印度这个邻居一直将中国看成竞争对手，对我国西南地区国土一直抱有觊觎之心，在中印边境经常挑衅生事。虽然去年的流血冲突还历历在目，但是印度依然不思悔改，在边境又大搞动作，意图东山再起。为了应对中国在拉达克地区的空中威胁，印度未来还将大批量的部署战机在该地区。据印度已退役中将丘普拉透露，为了回应中国空军近期在拉达克地区的军事行动，印度空军未来将在该地区部署超过250架战机。丘普拉认为，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性，中国在中印边境附近只拥有少数空军基地，而印度则不同，印度有能力部署至少250架以上的战机，在数量上压制中国空军。不过，我们可以算算，印度在欧洲采购的阵风战机目前只交付了不到20架。印度空军目前的主力战机还是之前大批量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0 MKI。如果将这些飞机全部部署到中印边境地区来，那么在印度其他地区，特别是印巴边境驻守的空军将只剩下一些老式战机了。一旦产生冲突，估计到时候又会出现类似巴基斯坦击落印度米格21的场景了。更何况，印度空军希望在数量上压制中国战机，以取得制空权的想法，也要先问问中国答不答应。据报道，印度已经在中印边境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了多条公路、桥梁等。印度此举是为了保证其在边界地区快速部署部队和运输武器物资的能力，保证印度能更好地在该地区进行长期的与中国的军事对抗。面对有着基建狂魔的中国，印度居然想在中印边境建造基础设施，以便部署更多的部队来对抗中国。印度政府也是真的敢想，真的敢做。据美国媒体分析报道，中国近年来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大规模建造了机库、跑道等空军设施，并配套了支援和维修区域。该媒体认为，解放军在西南地区空中力量会大幅度提升，未来解放军空军对中印地区的制空权掌控能力会进一步提高。美媒觉得，未来印度将不是对手。印度长期以来在中印边境动作不断，作为印度的邻居，中国对于印度的小动作自然是一清二楚。解放军对于这些挑衅早已准备充足。这不，我陆军第77集团军某装甲旅近日在西北某驻地展开了训练，战士们顶着风沙烈日，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克服了地形、气候等一切不利因素，完成了既定的战术训练，驰骋在大漠戈壁上。奉劝印度政府能够早日回头，中印对峙不是未来，印度应该与中国和平共处，中印边界问题应当依靠和平谈判解决，而不是军事冲突。在疫情的冲击下，莫迪政府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努力解决国内的疫情问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边界和平稳定。近日，据中国台湾网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成员夏波和民主党成员贝拉提出有关支持台湾对外事务、经济和实质空间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再次插手我国台湾事宜。尽管提出法案的2名美议员再三强调，该提案是在美国奉行的战略模糊立场上提出，并不是在向中国方面表示美国有支持台独的意向，但是这样的解释显然不是很有说服力。因为在前几天，由美国总统拜登新提名的负责印太地区事务的助理防长就扬言，美军要在遏制中国的侵略性行为，协防台湾，以保持美国在南海的威慑力。拜登政府对干涉我国内政总是有着出乎意料的热情，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平打台湾牌，想方设法在台海区域搅风搅浪。今年5月中下旬时，美国就在未经中国有关方面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派遣导弹驱逐舰闯入我台湾海峡，在非法穿航我国海域时，还搞上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结果被中国卫星当场捕获到美军侦察机故意绕行以窃取台海情报的行为。而在刚提出干涉我国台湾事宜法案不久后，美国的里根号航母正穿航我国南海。虽然此次并没有多做停留，但是在里根号航母离开南海前，美国还和新加坡开展了联合军演。中国也没有闲着，美国秀肌肉，中国也要秀。据媒体报道，近期有解放军军机持续在台湾周边空域巡航，其中包括4架歼7战机。中国不止海上秀，天上也要秀。针对中美双方在南海、在台湾事情上的针锋相对，美国陆军的前军官坐不住了。华盛顿邮报近期发布了一篇由前美军陆军中校的文章，文章称中国拥有着越来越现代化的军队，很可能已经在南海达到了和美国并驾齐驱的地位，已经很难让中国方面屈服于美国压力。作者强调，中国不是纸老虎，相反，中国的军事力量在过去的几10年间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最后，作者总结到，如果在中国的主权等敏感事宜上和中国对抗，美国将失去一切。
而如果以正确的方式和中国接触，美国会得到一切。可以说，连美国军官都看不下去在对华政策上的愚蠢。明明可以互利共赢，非要和中国对抗。美国这种无缘无故的攻击，滥用自己的军事权威，给亚洲地区带来不稳定的行为，并不能让美国多占便宜。中国的军事实力是没有美国强大，但是在朝鲜战争中也是赢下了尊严的一战。70年后的中国只会比70年前的中国更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近日俄太平洋舰队出动2个舰艇编队深入太平洋中部进行实弹训练，而训练的科目包括对假想敌航母战斗群进行导弹攻击。至于这个假想敌是指代谁，相信也是不言而喻了。据获悉，这次军演是俄罗斯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太平洋中部举行的规模最大一次海上军演。俄军的演练可谓是把俄太平洋舰队的家底都亮出来了，多艘导弹护卫舰亮相，并且已经行驶到夏威夷海域。俄舰队一度距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基地仅63公里。俄方表示，此次演习的主题便是探测以及消灭假想敌的航母战斗群。为此，俄太平洋舰队出动2个舰艇编队，多达20艘军舰参加演习，2队相距300海里。其中一支舰艇编队扮演某国的舰队，另一支舰队则在远海进行对抗。而除了出动导弹护卫舰，此次俄军还出动了潜艇部队以及多架图142M3反潜机参与演习。其中，俄军的反潜机从本土出发，深入4000公里大洋，对假想敌的核潜艇进行侦察与打击。有分析认为，此次俄罗斯军舰有意接近美国本土，并且大批军舰开到夏威夷打航母，威慑美国意味十足。尽管说近年来俄罗斯海军实力明显下降，但其反舰导弹与海底核潜艇力量依旧能让美军不敢小觑。而此次俄罗斯也彰显出自己的远洋作战能力，而俄罗斯人的举动也逼得美军不得不做出反应。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俄军舰队是在6月15号抵达夏威夷海域，而为了应对俄海军的演习，美军在珍珠港基地紧急起飞3架 F-22战斗机进行巡视与高空监控。此外，本打算来亚太接替里根号航母的卡尔文森号航也提前部署在夏威夷海域进行戒备。可以说，此次美俄在夏威夷的碰撞火药味很浓。值得注意的是，就在6月16号，也就是俄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海域演习的后一天，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内瓦会晤。而就在普拜会的前夕，俄罗斯人在美国本土附近大动干戈，很明显就是在2国元首会晤前夕展现对美国人的强硬态度。不得不说，俄罗斯人好生猛。就俄海军这次行动来看，其向美军释放的信号便是俄军拥有对美军反遏制能力，这也是对美国的警告。而这对于我国而言，其实此次俄舰队大规模军演也有意义。近年来，我国海军经常进行远洋训练，期待未来中俄海军共同深入太平洋进行联合军演。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日前一位名叫沙利文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表示，如果中国不允许在其境内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真正的调查，那么他将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同时，他还声称将联合各国对中国施加政治和外部压力，是未来美国外交工作的主要方向。要让中国做出艰难的选择，要么允许调查新冠病毒追溯问题，要么做好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准备。从这位美国官员的公然威胁中可以看出，美国人现在的想法就是，若不承认是新冠病毒的起源，那中国将被国际孤立。需要知道的是，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早在2019年12月，美国其实就已经开始出现病毒传播，这比官方报告的第1例病例要早得多。但是美国政府却对此视而不见，继续利用舆论媒体轰炸中国，指责病毒来自于中国的实验室。但是实际上，种种证据早已指明，在美国多个州的人群样本中早已出现了新冠抗体，而且这些血样采集于2020年初，其产生抗体本身需要时间。经过估算，结果显示，在2019年12月，这些区域就已经存在了新冠病毒，只不过传播的速度不快，没有引起注意。除了新冠病毒在美国早有踪影之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官方对于这位美国官员的回答也可以说是令美国如临大敌。照例间仅仅一句话就对得他哑口无言。如果首次发现高质量病毒序列就被认定为新冠源头，那么最先发现艾滋病毒的人是不是也成为了全球艾滋病的元凶呢？而不是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如果按照这一逻辑的话，
那武汉研究新冠病毒的专家团队们应该获得一项关于新冠病毒的诺贝尔医学奖。毫无疑问，美国人现在一再威胁抹黑中国，不外乎是想阻挠中国发展，甩锅中国。如果美国真的关心真相，那为什么不将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基地的全貌展现给外界？当下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新冠病毒从何而来，追踪其来龙去脉不是为了追究责任，也不是为了说明病毒来自美国。目前疫情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美国应积极做好自身的防疫措施，并协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这才是世界大国应有的责任。如果照沙利文的逻辑，那艾滋病造成的影响和08年的次贷危机都源于美国，那美国是不是都需要赔偿全世界呢？